3年多前呢，在我还没有开始我这个 YouTube 频道的时候呢，其实当时我有意识想要换车的。那我还没有当 YouTuber 啦，我想要换 F30或者是 W205的 C Class。老实讲，我比较喜欢 W205的这个款式跟外观，因为怎么说它都是一个 Mercedes-Benz。当时就觉得 AMG Line 的话呢，它的这个操控肯定是比原装来的更加的好，加上云顶的周围总体来讲都觉得很 OK。到今天呢 ，W205的 Pre-Facelift， 也就是说2014年到15、16左右的，都是我非常喜欢的款式。但是10年过后的今天呢，终于推出了新款的 W206 C Class。Hello， 大家好，又是 Eder， 爱的人不是一个车评，只是 POV 啦。欢迎回到来我的频道，欢迎回到来 POV 试驾系列啦。我身后面这一辆是一个 W206的 Mercedes-Benz C300 AMG Line。那这辆车呢是在今年年头拿车的，大概1年左右呢。这个视频是非常感谢嘉诚呢，之前有借过我了几辆车，但是还是害羞不愿意上镜啦。那这辆车呢是一个本地车啊，不是 Recon 车来的，它已经推出了，在这个市场上有一段的时间。在外国这辆车有 4MATIC 的，可是在马来西亚售卖的只是一个后驱的版本。可是我不确定它是不是有后轮转向，大概开2.5度的转向啦。那个外国是有啦，可是马来西亚我看很多车评还有这个报道是没有特意去介绍这一个。可是我们等一下看看就知道了嘛。但是在这个影片还没开始之前呢，希望还没订阅我的朋友们呢，记得按下订阅啦。那我更新影片的时候呢，你们才可以及时收到通知。话不多说，我们去看车 ，Let's go。W206一推出的时候，老实讲啦，我对这辆车不太感兴趣。内饰就是一个 Baby S Class 7分灯啦，触碰式的荧幕啦，很帅气，对不对？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没有那么喜欢。到现在我还是喜欢 W205的 Pre-Facelift， 就是说没有电子仪表的那一个，尾灯是我觉得很好看的啦，很像蝴蝶式的。当然，W206是一个最先进、最时尚，而且是非常适合年轻人的一款车啦。这辆车是 AMG Line 的，所以你会看到它的后面有2个排气，它的 exhaust 是在这边的。可是以前的 C Class 这边真的是有 exhaust 的，哎，喂。还有一个非常有标志性的 AMG 的酒窝，记得哈，这个不是 AMG 车款 ，AMG 车款就是 C43啊、C63那个叫 AMG， 这一款叫做 AMG Line， 也就是说 AMG 的套件啊那些啊，后轮大概3根手指的高度，原厂已经配搭这一个 Goodyear 的一个 F1 MO 的一个 Run Flat 轮胎，后面的尺寸为255/35 ZR19， 配搭着19寸的轮圈，后面有刹车卡钳碟，大概是这么大，眼看大概有285mm 左右的。那前面这里呢，就有一个4活塞的刹车卡钳啊，跟以前的 AMG Line 的车款一样，前面也是大概3根手指的高度。因为这辆车是后轮驱动的关系啊，所以前轮就没有这么宽大，它是配搭的225/40R19。那这辆车有配搭这个可调式的悬挂系统，所以它就可能在 Sport Mode 的情况下，它会比较硬朗一点点。我们来看一下这辆车的前面有没有迎宾灯，解锁一下。
，daylight 会慢慢的亮起。OK， 可能要夜晚的时候它才会有那个迎宾灯，这样那个非常的好看哦。它就没有带什么非常智慧型的头灯，在马来西亚没有带进来，因为可能是非常的贵。在后面的方面呢，它也是一个 LED 的 signal 灯。一开始推出的时候是一个 CBU 的版本，全进口的。可是，在 CKD 之后，它的价钱大概333千左右啦，跟 C200的价钱相差一个40千左右。本地组装它便宜一个12千左右，它就会多了2样东西啦，一个就是 Pre-Save 的功能，也就是说自动刹车系统那些有，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后尾箱呢，它就有一个 sensor。OK， 就这样子 kick 一下，它就可以打开了。CKD 的版本呢便宜17千左右，如果 C200的话呢，则是便宜12千左右的。对，虽然是便宜了一点，可是我就觉得还行吧。那打开的方式有后面这里钥匙可以按，或者是这边有一个 touchpad， 按一下。它就可以打开了的。尾箱是一个455公升的尾箱空间，可是是跟上一款的 W205是一模一样的空间的，也是一样没有备胎，可是有一个让你买菜的箱子可以打开，然后就有一些胎压补贴剂啊那些。那现在很多新车啊，尤其是这种欧洲车都不会附上这个备胎给你了的。这一些 fuse box 啊，然后这里按键呢就是可以拉一拉，让那个椅背做倾倒的。但是上来的话还是要用手动的啦。这边有一个小挂钩，可以让你买菜的时候挂一些东西。OK， 这个也是一样，让椅背做倾倒。如果按这里的话，就是让它把尾箱关闭了之后呢，所有的门都会自动上锁。这个就是纯粹想要关闭尾箱的。它关起来好像那种特地丢下来给它。尾箱空间是比 BMW 的 G20 来的少一个25个litre，车身长度为4751mm， 宽度为1820mm， 它的高度为1488mm。这个 W206 都会比 W205 来的长65mm， 然后10个 mm 宽，还有9mm 矮过这个 W205 的。车身轴距为2865mm 的，所以它就是轴距会长一个25mm 啦。比起 BMW 3 Series 的 G20 呢，轴距会14mm 长过它，还有42mm 长过这个 G20。这辆车有无钥匙进入，还有无钥匙启动的4个门，只要你手放在这边，它就可以解锁了的。还有一个 touchpad 一按呢，就是可以锁门了的啦。这里就是它的油盖哈。W206 呢，它只专注于 C200 Avantgarde 还有 C300 的 AMG Line， 180啊、200、250啊，它都没有在卖啦。前面已经调整成我的驾驶座位了，我身高173，大概是在3个手指的长度，还有我的头部空间剩下4根手指吧。那好在就是前面的座椅呢比较空档了一点，所以就看得很宽敞。那可能这个手臂这边就没有什么 support 啦，可能啦，等一下我们试驾就知道哈。那后面就没有的调整这个冷气的冷度。那无可否认，它的内饰真的很好看啦。它很多的满满的 Hamsap 灯啊，什么叫 Hamsap 灯？当你在女孩子的时候，在旁边，她看到哇很漂亮啊，就可以骗小妹妹咯。这里有一个中央扶手，跟之前一样，这里按，我这里按出来哦，它没有 cup holder 的嘞，放手机又不是，放 coin 又不是，这杯架去了哪里啊？而且这个头枕呢都是比较软的，这辆车是后驱的关系，所以这边鼓起来非常大的座位，所以我不建议中间坐人啦。虽然这辆车感觉到比上一代宽敞了一点，可是它的椅垫还是比较短，所以坐长途的话可能都没有这么舒服。G20 BMW 的就是椅垫会比较长的 ，C-Class W205 到现在了啦，塑料的饰板，后面有气氛灯，这个好像浮起来的这种 door handles， 还有就是窗的控制啊，一键上下了4个哈。关门还是一样，非常的扎实的声音 ，OK， 不用怀疑这是 Mercedes-Benz， 至少虽然它是 CKD 啦，本地组装了啦。座椅呢，这张就比上一代好很多了。那你看起来好像没有的扩展这个长度的腿部支撑的话呢，这边就是可以调了。这个就是你的腰部的支撑，还有这个腰部支撑啊，这个就是调你的座椅呢前后，感觉上 touch 的，可是还是要推的啦哈。还有就是3组的记忆座位，这里是门锁，还有一些窗口的控制啊，这些都感觉上 touch 了哈，但是还是要按下去了。尾箱开关在这里。而且置杯架，我放我的东西都在里面呢。这辆车还是一个风行式踏板，我非常的喜欢。电子手刹在这里，那基本上这辆车没有什么用到了，因为当你切换到 D 的时候，它就会自动解除了。它的灯呢的开关好在还是一样扭转式的，它不像 G20 全部用 touch 的，我不喜欢。可是我还是喜欢以前旧的那个，好像在开 switch 样，这个就感觉到比较像玩具了一点。皮革还有一些缝线，摸到的地方都是一些皮革，这下面都是一些 plastic 啦。这里也是 plastic， 这里就像 carbon fiber 的感觉。踩刹车，按 engine start，
引擎打着了不像以前，完全没有，因为这辆车是一个所谓的猫 Hybrid System， 有 48V 的，它非常小的电池呢，可以足够让它在低速的时候供电，让它的冷气啊，或者是一些主机啊、荧幕啊来操作，然后它可以供电多一个20匹的马力。这个猫 Hybrid 就我不知道是不是头痛的问题啦 ，I don't know， 反正车主刚刚拿车不久，so far是还没有问题出现，5年之后不知道。有带气氛灯到这边，这个荧幕是见仁见智啦，我个人觉得它是好看没有错，很高级，可是就很多东西都是让你看要这样子来调冷气啊。它虽然是不是完全触摸式，但是它还是需要按下去的。OK， 这是主机开关，还有一个手指纹，可能你可以设定3个驾驶员啊，就是你一上车你 scan 一下你的手指纹呢，它就是会记得你的这些调整的方向盘啊，或者座位的记忆啊，或者是这个 side mirror 啊，哦，跟以前一样啦，还有那个滴滴的声音啊。然后上下都会有，这个 Mercedes-Benz 做内饰真的一级棒了，跟你说，还是一样见仁见智啊。我觉得还是以前的比较有一点味道，虽然是老了一点啦，但是我还是很喜欢的。这辆车还有无线的 Apple CarPlay， 你可以按这边上面就启动那个加成的 Apple CarPlay 了。可是就有时候你知道这种电子的东西会有点 bug 的，你要启动一些驾驶模式的话，你就上面拉下来了，然后 ESP 开关 Car Wash Mode 我就不知道是什么 ，Manual Shifting 手动模式你要在这里开关，因为它就挡挂在这边嘛，没有得按了嘛。Parking Sensor 啦、Towing 啊这些，那去到 Home Screen 就是一个 Map 一个地图。这 Dynamic Mode 呢，就是按左右呢，你就可以切换你的 Eco、Comfort、Sport、Sport Plus 和 Individual Mode。当切换到 Sport Plus 的时候呢，这个就不会切换到 Sport 的这个界面，你可以按这个 Home， 你可以滑到你要的界面。Classic 还是我比较喜欢的，因为 Sport 哈，它就少了那种转速表，你看啊，没有那种实体的那种转速表，虽然有 G 值，还有它的这个油温，这个就是一些简单的一些显示啦，而且 driving 那还有这个地图模式都可以看 ，Assist、Service。Engine oil level 还可以看，这个就是360度的 camera， 上帝视角看下来哦。那么 Mercedes-Benz 怀档，你按这里就是 P， 全程要踩刹车啦，拉下来就是 D， 上去一格就是 N， 上到最高就是 R。如果要从 R 切换到 D 的话呢，直接踩刹车，上面拉下来到最后就是了。这个是推上去，就会关起来，干净，也是推。有 wireless charging， 放进去。躲在这样里面，就有一个非常大的置杯架，两边还可以开关，可以放一些手机啊，还有这个 Type C， 全部都是跑 Type C 啊，现在。无边框的一个往后镜，还有这一个 button 呢，其实可以除了按之外呢，你可以这样 slide 一下呢，关闭遮阳帘、打开遮阳帘都是可以，它都是有 sensor 的，所以多了这些 sensor， 看了见仁见智啦，它是可以打开的这个天窗啊。所以这个天窗是看了非常的漂亮嘞。啊，这边按一下，开完所有的灯，这是开后面的灯，就这样咯。这个就是一个 Call Me， 这个是 Call Mercedes 啦，我不要按了。我原来这边还有气氛灯呢，我没有注意到哦。晚上应该是真的是很漂亮。OK， 我们去看一下副驾驶座位，还是老样子哦。要开引擎盖的话，要在最里面拉一下红色的拉杆。旧款的已经也是有遮阳帘，这代也是有。副驾驶座位呢，就也是一样有3组的记忆座椅啦，这电动调节呢跟那边是一样的，就有一些储物空间在这儿。有油压顶杆，这一代据说 W206 就取消了 V8 的引擎啊，这样的引擎是比较小了一点啊，他们说操控也会好一点，因为这辆车的悬挂设置是一个前面 4 link， 后面就一个5 link 的一个悬挂设置，所以据说这个操控比以前真的是好了很多。那再配搭这一具 2.0 公升的自缸涡轮增压引擎，代号为 M254， 动力数据为258匹马力，还有400个牛顿米，最高扭力峰值从2000转到3200转左右。然后它是配搭是一个 9 speed 的 G-tronic 的变速箱，它是一个 AT 了。它不是双离合变速箱。话不多说，去试驾咯。Let's go。上面这边一个遮阳板，很晒哦，很晒一下哦。这灯，还有一个 mic 在上面呢，写的 Home， 然后就 Info， 一些油耗数据啊、vehicle 啊，多少 percent 的 acceleration 啊、brake 啊，也还有引擎的输出啦。手无缘无故就想要去控制挡挂在这边，啊，方向盘很轻哦，这一代哦。哇，它的这个刹车还是比较难去琢磨的哈。一开始感觉到踩一点又没有什么刺，然后要再踩深一点，还又很刺的感觉。
自从这个奔驰呢，它升级到这个 9G Tronic 之后啊，7G Tronic 的话，你都感觉到垃圾啊，这样真的。以前我驾过 W205啦，在它的7 Speed 的 G Tronic 呢，是感觉到它的换牙的顿挫感，感觉到怪怪的。有时候它是 ratio 太长了，还是什么，然后有时候它不愿意去做升档还是降档，这样它感觉逻辑是非常的怪。然后直到我驾了 W205 的 Facelift， 它换了这个9 Speed G Tronic 之后呢，无论是加速还有换挡的那个顿挫感就没有了，啊，就加速就快了，就那种顿挫是什么感觉呢？就是当你从1档换2档的时候啊，它就会有感觉到那种，你会震一下那种，中间有一个空档的模式这样，然后在动力接上就感觉到怪怪，而且这个感觉到换了 9 Speed G Tronic 之后呢，它的顿挫感就没有了，就很顺畅的感觉，然后就整个 ratio 的变密了啊，所以驾起来也是比较舒服一点的。可是现在因为我在 Eco Mode 的关系，所以它一直想要再升档，一直想要升档，能够尽量维持在低转就是低转。这个 Eco Mode 感觉到整个 suspension 好像 ASR 的感觉嘞，我放 Comfort 试看，我感觉到给我是一点都不像以前的 W205了，它舒服了很多哎。不会那种硬跳一下这样嘞，给我的感觉就很 ASUS， 踩到最里面这个刹车，它就会启动后它的那个 Auto Hold 的功能，所以它没有任何的按键给你啦，显示那些油耗啊，全部都是 Touch、Eco Display Consumption、Driving Assist， 踩一点油 ，Auto Hold 自动解除，哇，这 brake 踩大力一点又很刺哦，感觉都不像以前的老奔驰啊。它就偏舒服啊，油门很重啊 ，steering 很重啊，方向盘那些回馈的感觉都不是很好。而且从 W204 的时代开始啊，你会感觉到，我想要的那种轿跑的感觉，豪华轿车，又可以有一点动力跟操控的感觉就来了。然后直到205的时候呢，我感觉到整个不像在驾奔驰这样，感觉到这个是以前的奔驰吗？这根本就是年轻人的奔驰啊！当时啊 ，AMG Line 就比较 stiff 了一点，比较硬了的这个悬挂系统。可是我现在在驾这 W206，又没有以前的感觉了哦，就感觉到很舒服，就好像我今天在驾这 F30跟 G20的感觉。F30呢，老实讲我会比较喜欢一点，因为它的这个驾驶的回馈啊，包括方向盘的回馈啊，还是比较爽一点的。越新的宝马呢，感觉到越舒服去了，给你的那种驾驶感回馈呢，就没有这么像以前这样这么直接了，整个变舒服了，隔音变好了。可是我现在在驾着这个 W206的隔音呢，是感觉到胎噪啊、声音啊、风声啊，都是比上一代好很多。可是还是一样，不知道为什么，不懂是我心理作用还是什么，我觉得 G20会好一点呢。那个隔音这样子我驾起来哦，整个视野角度是非常的棒哦。除了这个 A 比勒这边会比较厚了一点，但是呢，好在它的这些什么 Side Mirror 啊，还有这些大镜啊，都感觉到很大，所以让我感觉到非常有安全感。那这样子呢，刚刚在起步的时候呢，就因为可能有那个 Mount Hybrid 的 48V 的这个电池辅助的时候呢，就感觉到起步的时候是比较轻松了一点，所以不像以前这样要一点施力啊，所以感觉到它的 Low Torque 还是不错一下的哈，Low RPM Torque。油门呢也比上一代呢，据说是比较敏感的一点，所以我踩多少它给多少，就比较类似像 BMW 了的，因为 BMW 哎呦 ，Damn，what are you doing, man？因为 BMW 啊，它本来的油门呢是让我们觉得很精准的，你踩多少%，它给多少%。Mazda 也是学到这种科技啊。然后奔驰的话呢，这一代比205好了一点，但因为它 Run Flat 的关系哦，比较有声音啊。如果我相信 Non Run Flat 的话，这辆车会更加舒服，还有那个胎噪也没有这么大。我们来试一下这一段路比较稍微的有路感的，这个 Comfort Mode 的情况下呢是。OK 啦，我没有讲像 W205这样跳啦，我试看去 Sport 的时候呢 ，Sport Plus 没有太大分别，会大概多了一个10%左右，它还是很舒服的哦，就好像你驾过 CVFC 跟 FE 嘛，那个分别嘛，舒服了然后隔音好了嘞，也许就是因为它换上了这个 4 link， 还有后面是5 link 的一个悬挂设置啦，所以它就是大大提升它的舒适感。可是也不忘了操控，所以操控哦，我跟你说，我在这种路哦，我不能随随便便过一个小弯就跟你讲，这个车的操控很棒啊，比一下哈，我不会这样子讲，真的是要试了云顶之后啊，
我才懂了。所以你们记得留守我的 Part 2的影片，不然就是你们可以先进会员，会员可以马上先看这个 Part 2的影片。继上于上一代的 W205 呢，它这个 C300也是258匹马力嘛 ，G20 BMW 也是258匹马力。如果你们看过这个其他频道在马来西亚的话，他们做过这个直线的加速的测试，同样个马力啊，谁会比较快 ？G20 真的 BMW。因为 BMW 它给的动力数据还是接近于 on wheel 在马力机上面的动力数据，因为你有车身重量那些嘛。可是奔驰呢，它是给着 on engine 的一个动力数据，不知道有没有人改这一代呢？有的话呢，欢迎留言在下面给我知道一下，分享一下你们是怎么改的啊！踩到完，哇，动力是有猛一下哦。可是我踩到完的时候呢，我等了1秒钟。我真的是等了1秒钟，等它的这个变速箱做出反应。我真的是踩下去了之后哦，他才想啊 ，Adrian 啊，你要这样打 ，OK， 然后就马上然后Turbo又踩来，可能就是因为 comfort 的情况之下，我试一下在 Sport 的时候会不会有这个问题啊？踩到完 kick down。OK， 你是否有觉得有点 Turbo lag？ 你会吗？有。会哦。虽然这辆车它讲用了 Twin Screw Engine 呢 ，supposed to be 会好一点点。我觉得奔驰永远还是奔驰了，驾驶感受真的会输宝马。赢了是什么呢？外观跟内饰，comfort是好过宝马的，讲真的。踩到完了。OK 啦，沥水是不错啦，OK 啦。可是它沥水还是感觉到比那个 G20输少哎。这种是它的 gear ratio 真的是好像 gear ratio 有关系哦。我感觉到 BMW 的那个 8-speed ZF 哦，永远都好像配到比较爽了，感觉到比较 all right， 比较适合这样。Mercedes-Benz 感觉到比较适合走长途哎。OK， 我们来试一下哦，在 Sport Mode 的情况下呢，那个方向盘很明显会变紧凑了，而且变重了。可是因为它的这个引擎声浪假的啦，是从 speaker 出来，感觉到热血澎湃了很多。这个 Sport 的 suspension 我感觉到没有很硬到哪里去，感觉分别不大。有降档补油，慢，开始有风声了。可是比 W205 真的好一点 ，W205百2就开始有那个风吸进来的这种声音啊，这边这个 OK 啦，这个。可是我还希望它可以再做得好一点，因为毕竟还是一个300多钱的车。那我试一下这个情况会不会有 lag， 我用一下 Manual Mode， 因为刚刚是我用 Auto Mode 的情况下，你要等它降档。现在是我用这 Manual Mode， 拉高转一点，我踩 ，OK 啦，好很多了。OK 啦，好过用 Auto Mode 的时候啦。我们来试一下它的音响。它好像不是本 Master 哦，它不懂什么 logo 来的，这个一个好像 Infinity 的感觉这样。OK 啦，300多千也塞了哈，可以了哈。所以问题就来了，一个330千的一个预算，你会买一个全新的 C Class C300 AMG Line， 还是一个 Recon 的 FL5？ 如果你找到330千的话了，106，过这个弯，侧倾明显比上一代来的少很多。上一代我感觉到虽然它的悬挂都是比较感觉到偏硬了的。可
可是感觉到那个车会明显的侧倾多。这一代可能也许要宽了一点加上它的这个 4 link 跟5 link 的悬挂设置真的是有改善了。哇 ，BYD man Auto 3 Instant Top， 可是它胎压不可以。我怎么说都是一个 Goodyear 一个 F1 呢。它真的有 Instant Top， 你看它一踩，电车就是电车，优势还是挺大的。可是它过弯就怕。喂，它的 seat belt 会拉我，在那边提醒我，喂 bro break 它会这样诶。W205不会诶。可是奔驰就是哇厉害在那个 seat belt 我每次我一绑的时候那个安全带会拉你一下那种很这样有安全感的感觉。可是刚刚那个真的是让我惊艳到，这个真的很多，我相信很多试车人都不会告诉你们，当他要你刹车提醒你的时候，那个 seat belt 会一直拉你这样，很多人都不懂啊。BYD 一直盯着我，看，我知道你有 Instant Dog bro， 不用这样欺负我的。这个 brake 头段踩下去好像没有什么这样，真的，我要踩深了那个感觉就一下子来，我抓不到那个舒服的那个刹车的感觉，跟上一代 W205一模一样的了。可能一开始 brake 的时候很强那个感觉，不可能哦。Alright， 好的，那我们这影片 Part 1就到这里了哈。喜欢这个影片的朋友们呢，记得分享给你们朋友看，按赞，还有评论下面给我知道一下你们喜欢不喜欢这辆车啦。觉得这辆车帅不帅？好吧，那我们就下个影片再见。OK，Thank you bro， 谢谢你，我们等下冲上营销了。OK，W206上山了喂！好了，各位影片就到此结束。如果想要看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分享、打开小铃铛。我们下一集的影片再见啦，拜拜。